远，年前最后一遍问你，30万货款什么时候结？黄哥，年前我确实周转不开，节后初8之前，我一定连本带利还你。你小子做生意我知道不是赖账的人，可我下面也要给工人发钱，初8要是还不上，我也只能走法律程序。应该的，我欠的是账，不是人情，该怎么还我认。50万，放在以前，不过是一批货的周转，可现在，能压得人喘不过气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指望趁调钱？李远，你真够可笑的。不可能！1个亿！爸妈，你们不用替我担心了，债我能还了。先回家，过年告诉爸妈这个好消息。原来，村里已经知道了。也好，那就回去看看，看看这50万债能照出多少人心。那不是林远吗？听说在城里做生意赔了，欠了50万。50万？这辈子还能还上吗？嘘，小点声，别让他听见。这年头借钱容易，要回来难。喂，啊，对，我在镇上呢。什么？今晚不回村了？行。叔，我还没开口呢。远子，回来就回来，哭什么？大过年的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瘦了，城里是不是不好过？远子，村里都在说你欠债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但你们放心，我能解决。怎么解决？50万不是5000，你别瞒我们，人活着比钱重要。这里有1万块，本来是给你爸留着看病的，你先拿去应急。妈，我不要，我真的有办法。你有办法是你的事儿，我们是你爹妈，你有难，我们不能装看不见。林嫂子，你们家远子回来了。刚才大伯母说叫你们别去他家拜年，说今年家里不方便。妈，钱你们留着，这年我陪你们好好过。大伯母，你这么怕我借钱，那我更要去看看。来啦！哎呀，嫂子在家呢，快进屋坐。王媒婆、倩倩，你们这是啊？林嫂子，今天来呢是把之前谈亲的事说清楚，2个孩子没缘分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不是说好了年后见面定日子吗？怎么突然就算了？你家林远现在欠着50万，我们家倩倩总不能一结婚就跟着他还债吧？欠债是欠债，我儿子不是赖账的人。不是赖账的人，那也得还得起才行。50万拿什么还？拿你们家这几间老房子啊？这是你的意思？林远，我不是嫌你穷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。我不可能刚结婚就面对一堆债主，我也想过安稳日子。理解。既然说开了，签个字儿，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远子，你不挽留一下？退亲的是你，我为什么要挽留？倩倩，你和远子也认识这么久了，他不是坏孩子，他只是现在遇到难处了。林嫂子，谁家没难处？可我们不能把闺女往火坑里推吧？林远，
我希望你别怪我，现实一点，对大家都好。苏倩，你放心，我不怪你，我只会记住你今天的选择。记住又怎么样？难道你以后还能让我们后悔？也许呢。欠50万的人口气倒挺大。倩倩，我们走，以后少和这种人来往，免得被借钱。妈，别难过，退得好。你还笑？你心里不疼啊？疼过了，现在不疼了。一张退亲书，刚好替我省了一辈子的麻烦。林远，你以后别后悔。这句话该我送给你。哥，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快坐，我给你倒茶。哟，哥回来了，城里生意忙完啦？忙完了。也是，都欠50万了，想忙也没得忙了吧？周丽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吗？他欠债的事儿全村都知道了，现在过年来咱家是送年货还是来借钱？年货放这儿，钱我没开口。现在不开口，不代表等会儿不开口。林州，我先把话说明白，你哥的债和我们家没关系，他要是开口，你敢借1分，咱俩就离婚。那是我亲哥。亲哥怎么了？亲哥就能拖死我们？你1个月工资才多少？孩子以后上学不要钱，房贷不要钱，他自己做生意赔了，凭什么让我们填窟窿？林州，我先走了。哥，你别听他胡说。没事，他怕被拖累也正常。知道就好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些年偷偷攒了私房钱，不多，12000，你先拿去应急。你老婆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知道肯定得闹。但哥，咱们是亲兄弟，你有难，我不能装看不见。这钱你留着，哥真不用。你是不是嫌少？我就这么点儿，你别嫌弃。以后我每个月再给你攒点儿。林州，这钱我不收，但你的心意，哥记住了。林州，你果然把钱拿出来了，12000，你藏了这么多私房钱，还想给你哥填烂账？周丽，你别闹！我就说吧，你哥就是个无底洞，他自己欠50万，现在还要掏空我们家。周丽，钱是林州自己拿来的，我没要。你没要，你不装可怜他会拿。林远，我告诉你，以后离我们家远点。够了，那是我哥。你要认他，就别认我。回去吧，别为了我吵架。哥，对不起。你没对不起我，你今天做的，哥一辈子记着。12000不多，但比有些人的整桌年夜饭都重。你大伯毕竟是长辈，过年礼数不能少。我知道。哎，大哥在家吧？哟，你们来了，过来拜个年。来了就坐会儿吧。坐会儿可以，不过饭就别吃了。我们家今天约了别人，饭菜不够。没事儿，我们不吃饭，就是来拜个年。妈，菜快凉了，不是说别让他们进来吗？大伯，您也是这个意思？远子，不是大伯不讲亲情，你现在情况特殊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亲戚归亲戚，债务归债务。说白了，欠债的人过年就别到处串门了，晦气。大嫂，当年你们家盖房子缺钱，是我们家借的。建业哥生病住院也是我们拿的钱，那时候我们可没嫌你们晦气。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拿出来说？再说了，谁家没帮过谁？你们现在欠50万，我们可帮不起。我们没说要你们帮，现在没说，等会儿不就说了？我话放这儿，我们家没钱，你们要借找别人去。爸妈，走吧。园子，人家的饭咱们不吃，咱们也不是没骨头。大伯母，您今天这句话我记住。记住就记住，难不成以后你还发财了，不认我们这门亲戚？也许。欠50万的人做梦倒挺大。你大伯以前不是这样的人。不是他变了，是咱们穷了，人家就露出本来样子了。爸妈，以后这门亲戚不走也罢。远子，我听说你回村了，哥这2天病得厉害，就不见你了啊。钱的事儿你也别找我，我是真没有。王浩，你欠我的3万我还没开口，一个个的倒是都挺急。
你表哥不是说病了？病的还能打麻将，也算坚强。二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过年来看看你们，顺便问问王浩身体怎么样。他发烧躺着呢，医生说不能见风，也不能见人。表嫂，这烧的挺有节奏。那是电视声音。我们也不是来借钱的，只是亲戚走动一下。二舅，话别说的太满，林远欠50万，全村都知道了。你们今天来，不就是想让王浩还那3万块吗？那3万本来就是王浩3年前借远子的，我们今天也没提。没提不代表不想提，他都欠50万了，还惦记我们3万，这是穷疯了吧？表嫂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不找他要钱，但欠我的账我也赔不完。王浩，你老婆把人打发走了吧？怕啥？林远现在欠50万，他还敢跟我要3万，他要是敢开口，我就说没借条。表哥，出来吧，装病不丢人，欠钱装病丢人。远子，你别误会，我是真不舒服，就是朋友来了赔2把。远子，现在不是钱债吗？那3万块我也不是不还，就是最近手头紧。手头紧，手腕倒挺宽恕。林远，你什么意思？亲戚之间3万块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借钱的时候你们说亲戚之间不用写借条，还钱的时候你们又说亲戚之间不该计较。亲戚这2个字还真放不。远子，走吧。这3万我今天不要，过几天我让你自己还。林远，你现在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，还吓唬谁？欠50万的人还白等他来求我那天，看我怎么羞辱他！王浩，你欠我的不只是3万，是这几年我拿你当亲戚的眼瞎。大哥家不给饭，王浩又躲债。远子，你说这人心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妈，不是变了，是以前没照出来。二哥、二嫂，开门！是你小姑。小姑，这么大雪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回来了，也听说你遇到难处了，我怕你爸妈瞒着不说，就赶紧过来看看。秀梅，你也听说了？全村都在说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远子，这里有3万，是小姑这几年攒的。还有这个镯子，是你姑父当年留下的，你先拿去应急。小姑，这镯子我不能要，这是姑父留给你的念想。念想不能当饭吃，你人要是被债压垮了，小姑留着镯子有什么用？远子，小姑没大本事，你小时候我抱过你，也给你喂过饭。现在你有难，小姑不能躲。小姑，你听我说，我这债能解决，真的不用你拿这些。你这孩子怎么还逞强？50万呢？你爸妈老了，你弟弟也有家，这时候你不收，是不是嫌小姑钱少？不是嫌少，是太重了。小姑，这不是镯子，这是你后半辈子的念想，我不能拿。远子，人这辈子谁还没个过不去的坎儿？钱以后还能挣，亲人要是寒了心，就补不回来了。秀梅呀，这个年只有你还惦记我们。二嫂，你说这话就外道了，咱们是一家人。远子再难，也不能让外人看笑话。小姑，你今天给我的不是3万，是我落难时唯一没断的亲情。小姑，这钱和镯子我先记下，过几天我一定亲手还给你，还你一辈子安稳。傻孩子，小姑不图你还。叔，过年好。啊，好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最近手头也紧啊。我没问你借钱。远子，不是三姨不帮你，你姨夫的钱都买理财了，取不出来，家里还欠着外债呢。三姨，我就是路过。路过好。林远，我没现金，微信也没钱，信用卡也刷爆了。姐，我就是想让你挪一下车，你挡住路了。
原来我还没开口，他们心里就已经把我当成麻烦了。啊，对，院子买东西啊？买包烟。他不会赊账吧？欠50万的人还买烟？不赊，也不借，找零。远子，婶儿不是那个意思，大家都说你欠债，婶儿也是怕我开口借钱，放心，我借钱也不会找怕我的人借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欠债的人还这么硬气？我咋觉得这孩子不像走投无路的人呢？大家都注意点啊！林远今天到处串门，估计快开口了。知道，已经躲了。他刚才还拦我车，吓死我了。你们别太过分，远子就算欠债，也是咱们自家孩子，谁家没个难处？有钱帮点，没钱说句好话也行，别把人往死里逼。秀梅，你心善你帮啊，反正别拉上我们。有些人懂债，有些人替我挡道。这一条值1套房。哥，昨天是我说话冲了点儿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没事儿，你说的是心里话，没必要道歉。哥，他就是刀子嘴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都别说了，坐下吃饭，来。哥，你那50万债真有办法了？你能不能别老提这个？我这不是关心哥吗？毕竟我们家也没钱。我谢谢你关心。他肯定藏着什么，不然一个欠债的人凭什么这么淡定？走，跟妈收拾碗筷去。林远，来一下。哦，咋了爸？你看这门锁，你给他修一下。哦。还真欠50万。你在找什么？周丽，你翻我哥包。我就是想看看哥到底欠了多少钱，我关心他还不行吗？关心一个人不用翻他包。紧张干什么？包里藏了钱还是藏了借条？知道你没说实话。我有没有说实话跟你无关，你只要记住，我没有拿你一分钱。周丽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，我是怕你们一家被他拖死。他现在欠50万，谁知道是不是偷偷藏着借条，准备让我们欠？周丽，今天我看林州面子不合你技巧，但你再碰我东西一次，别怪我让你下不来台。吓唬谁呢？欠债的人还这么横。欠债不丢人，翻别人包比较丢人。回家。他肯定有秘密，我一定要弄清楚。这张纸现在不能让你们看见，我要等你们最得意的时候再摊开。钱包呢？妈，你看到我那个旧钱包了吗？那个破钱包啊，边角都烂了，我看你也不用，就塞麻袋里了，一会儿拿去卖废品。哪个麻袋？就门口那个，怎么了？里面有钱？麻袋呢？刚才你大伯母路过，说帮咱拿去废品站卖了，还说顺路不用谢。大伯母拿走了。远子，那钱包里到底有什么？爸妈，我出去一趟。这袋东西是我弟妹家的，钱给我就行，我一会儿带回去。桂芳嫂子，你这也太勤快了，废品都帮别人卖。他们家现在欠债，能卖一分是一分，我这也是帮他们。这钱包还要吗？破成这样还能要什么？别动！林远，你干什么？我好心帮你家卖废品，你还冲我甩脸！哟，一个破钱包，宝贝成这样，里面藏钱了？林远不会还有钱吧？有钱还欠50万？该不会藏着借调，准备坑亲戚吧？大家看看啊，欠债的人最会装可怜，嘴上说没钱，破钱包都不让看，指不定里面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大伯母，你今天差点扔掉的东西，比你家那桌饭值钱多了。哼，就你这破钱包，值几个钱？欠50万的人还真会装。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我等着。
看你怎么把一个破钱包吹成金山！装什么装？欠债鬼一个，还当自己是大老板呢！差一点，这场戏就提前开场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们越想看笑话，我越要把这场笑话办大。园子，你跟妈说实话，这50万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有。什么办法？节后我去城里处理，我不会赖账，也不会让债主找到家里来。你这孩子，你一个人扛什么？爹妈虽然没本事，可你是我们儿子。这里有2万8，本来是给你爸看腿病，给我们俩养老的，你先拿去还一点，债少一点，你心里也能松一点。妈，这钱我不能拿。你嫌少？不是少，是这钱太重了。再重，也没有儿子被债压垮重。你妈这些天夜里睡不着，怕你想不开。你要真有个3长2短，我们留着养老钱干什么？爸妈，我答应你们，我不会倒，也不会让你们再为了我低头。外头冷。妈，你信我吗？信，你是我生的，你什么性子我知道，你就算穷也不会赖人家的账。妈，等过几天我给你和爸一个惊喜。你别吓妈就行。听说林远爸妈把养老钱都拿出来了，那点钱够干啥？50万呢，窟窿太大。我要是他们亲戚，我也躲，谁沾谁倒霉。别理他们。以后他们也别想理我。妈，这钱你收好。我林远要是真连父母养老钱都拿，那才是真的没出息。倩倩这对象可不得了，镇上开车行的，家里2套房，手里还有现钱。姑娘嫁人啊，还是得找这种有本事的。林远，你也在啊？路过，这就是你之前那个相亲对象，听说做生意欠了50万。赵鹏，别这么说。说错了吗？男人没钱就别谈婚论嫁，50万债，谁嫁过去谁倒霉。林远，你也别怪我，我只是想过正常日子。你现在这样，真的给不了女人安全感。你已经说过一次了，还挺有脾气。不过脾气不能还债，50万你准备拿什么还？继续让爸妈掏养老钱？你打听的挺细，村里都传遍了，钱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本事还装硬气。那你记住今天这句话，以后别改口。以后想找工作可以来我车行洗车，看在倩倩面子上，我给你开2000一个月，好好干，说不定10几年就能把50万还完。不用，我怕你车行太小，装不下我。你欠债的人还挑工作，林远，你真以为自己还能翻身？欠债不丢人，落井下石才丢人。陈老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林远欠的是生意债，不是良心债。他没赖账，也没开口求你们，你们站在这里一句一句踩他，不觉得难看吗？你谁啊？有你什么事儿？我是旁人，所以看得清楚。谢谢。不用谢。人穷一时，不代表一辈子低头，但人品低了，站得再高也没用。走，跟这种穷鬼废什么话？林远，你以后别后悔。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了，我也说过，该后悔的人不是我。哟，债主上门了吗？我就说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老板，院子他不是不还钱，您再宽限几天，行吗？大娘，您别急，我不是来逼债的，我路过镇上，顺便来看看林远回村没有。黄哥，你小子手机这2天老关机，我还以为你躲了。家里事儿多，初8之前我一定还你。林远，我信你，但我得跟你说实话，公司那边催得紧，初8如果还不上，我也真扛不住了。我明白，本金30万，利息按合同算，该给你的1分不少。黄老板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他家连养老钱都要拿出来了，还说1分不少，你不如现在就把他家房子抵了。大嫂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说的是实话，
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嘛。你是他亲戚，我是他大伯母。那你这亲戚当的比债主还狠。我这是替你着想，他欠钱不还，你这个债主不着急？我着急，可我和林远做过几年生意，他以前接货，哪怕自己垫钱，也没拖过工人工资。这种人一时周转不开，不等于赖账。我今天来是把还款账户再给他一遍，别到时候他说要还找不到账号。黄老板，你可别被他装出来的老实骗了，欠50万的人嘴上都说会还。大伯母，你这么怕我还不上？我还不上，你笑话我；我还上了，你是不是又要说我钱来路不正？黄哥，出发之前我给你打款，如果钱提前到账，我提前还。行，你这句话我认。做人别只看人落难，有些人今天欠债，不代表明天翻不了身；倒是有些人一张嘴坏了，一辈子也翻不了身。这债主还挺讲理。林远以前做生意，看来人品不错。大伯母刚才那话真有点难听。远子，初八真的能还上？能，而且不止还债，有些人情也该一起还了。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，3年前写的，幸好没让林远拿走。3万块白纸黑字，他要是真拿这个来要钱，咱们不好赖。那就让他没有。这下好了，没有借条，他拿什么要？他现在欠50万，还敢跟我打官司？哼，律师费他都出不起。我就看不惯他那副样子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还跟谁都欠他似的。等他真走投无路来求我，我就让他当着全村面给我磕一个。3万块，做梦！反正借条没了，到时候我就说那钱是他自愿给我的，亲戚之间帮衬，谁还提钱？对，他有本事就拿证据出来。哥说的没错，有些亲戚真不配忍。怎么了，哥？你听，等他真走投无路来求我，我就让他当着全村面给我磕一个。3万块，做梦！哥，你还笑？他们太不是东西了。3万块你以前借给他救急，他现在不还就算了，还想让你磕头。林州，你今天做得很好。哥，你早知道他会赖账，他装病的时候我就知道了。那你怎么办？借条都被他烧了，现在借钱谁还只靠纸条？远子，3万我半年内肯定还，咱亲兄弟，不用写那么细。你都留着。做生意的人不能只信嘴，但以前我总觉得亲戚不用防，现在看来防的还是少。哥，我以前也没帮上你，你给过我1万2，那就够了。可我最后还是没把钱给成。钱没给成，心到了。王浩以为烧了借条就烧了债，等过几天我让他知道，有些账火烧不掉。大哥大嫂，过年好！哟，秀梅来了，听说你昨天冒雪给林远送钱了。是，远子有难，我这个当姑的能帮一点是一点。小姑，你也太傻了，林远欠的是50万，不是5000，你那3万丢进去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还有那金镯子吧，姑父留下的东西你也舍得给，等林远还不上债跑路了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我给他不是图他还，我是怕他一个孩子被债逼得喘不过气。孩子，他都30了，做生意赔了就该自己扛。你倒好，上赶着贴钱。你这种人就是心软没脑子。秀梅，你帮可以，可别到时候林远真还不上，又来找我们这些亲戚，我们可不陪你一起填坑。你们不帮，我不怪，可你们不该笑他，更不该笑一个愿意帮亲人的人。说的好听，等你那镯子没了，钱也没了，看你还嘴硬不嘴硬。我这算钱没了，心也还在，你们钱还在，心早没了。远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小姑，没想到听见一场好戏。林远，你也别怪我们说话难听，你小姑帮你是她愿意傻，可别指望我们也傻。放心，我借钱不会找你们，还人情也不会还给你们。还人情？你先把债还了再说吧。欠50万的人还学人家讲排场讲情义，你很快就知道我能不能还。林远，你别装了，先把欠债还了，再来白骨。那你呢？
欠我的3万，什么时候还？什么3万？你有借条吗？对啊，亲戚之间送点钱，怎么就成借了？你现在欠债，就开始乱咬人了。挺好，话说的越满，摔得越响。小郭，走，去我家吃饭。好。他们这桌饭，咱不吃。吃吧吃吧，穷亲戚抱团取暖，也挺感人。大伯母，明天我准备办一桌饭，到时候千万别来。你办饭，欠债的人办饭，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结账。那就看着。远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去省城一趟，处理债务。一个人去？你是不是去找人借钱？远子，借高利贷可不行啊！妈，你放心，我不是去借钱，我是去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。你这孩子，这几天说话神神秘秘的。等我回来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这里有点干粮，还有热水，路上别饿着。妈，等我回来，以后咱家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。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什么？我不放心，你说去处理债务，我怕你被人骗，多个人也能帮你搭把手。林州，你疯了！他欠债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还陪他去省城？车票不要钱啊？这是我哥。你哥，他要是真有本事，就自己把债还了，别总让你跟着操心。你确定要去？去，就算真出事儿，我也陪着你。好，那你跟我走。林州，你今天走了，晚上别回家。那就不回。我倒要看看你们兄弟俩能折腾出什么花来。哥，咱们不是来处理债务吗？怎么来彩票中心了？彩票？哥，你不会是想靠这个翻身吧？你看看号码啊。哥，这全中了。1等奖，1个亿。哥，你中了1个亿，那你这几天为什么不说？你看着他们那样羞辱你，你怎么忍得住？钱没到账之前说出来只是麻烦，更何况我也想看看我欠债的时候，谁还把我当亲人。林先生，确认无误，您中的是1等奖，税前1亿元，扣除个人所得税后，税后奖金约8000万。手续办理完成后，奖金会按流程打入您的账户。8000万？多久能到账？最快今天下午，最迟明天上午。林先生，您需要接受采访吗？可以戴面具。不接受，我暂时不想公开。哥，你熬出来了，你真的熬出来了。林州，我不是熬出来了，我是看清了。这件事先别告诉爸妈，也别告诉你媳妇儿。等钱到账，债还清，我会亲自说。哥，我听你的，谁都不说。走，先去银行，该还的债一笔都不能拖。林先生，奖金已经到账，扣税后余额8000万整，请问您是否需要理财配置？疼，是真的。先不理财，先还债。黄老板货款30万，银行周转贷15万，朋友垫付5万，所有利息按合同算，今天全部结清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安排。哥，
你现在都有8000万了，这些债晚点还也没事吧？欠债不是丢人，欠了不还才丢人。我中奖是运气，还账是做人。32.6万，你小子真还了，还多了2万多。本金、利息，还有年前耽误你的周转损失。黄哥，谢谢你这几天没逼我爸妈。你还说这些干啥？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看人还是准的。你不是赖账的人，所以我先还你。林远，你是不是有新路子了？你这状态不像刚翻过债，像刚翻过山。算是吧。以后还做建材吗？做，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小打小闹。你要做，我投你。不是看你钱多钱少，是看你这个人。欠钱时不跑，有钱时先还账。这种人能合作。那以后合作。合作。债清了，接下来该还人情了。先生，这个镯子成色一般，款式也旧，您是要回收吗？不是，我要修复，再给我配一套新的金饰，项链、耳环、手镯、戒指都要，款式别太夸张，要适合40、50岁的女人戴。送母亲？送一个在我最难时把自己念想拿出来的人。哥，小付看到肯定会哭，他可以哭，以后只哭高兴的。先生，这套加上修复旧脖子，总价28.6万。28万，值。拨款成功。小姑当初给我3万和一只旧镯子，我还她的不只是钱，是以后再没人敢笑她心善。林州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们去省城到底干什么了？出了一点事儿。这是什么？你们是不是买东西了？林州，你哪来的钱？是不是又偷拿家里的钱给你哥了？周丽，你别闹！我闹？你跟他跑了一天，现在手里还拿着礼盒。你哥欠50万，你还帮他买东西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哥没花我1分钱。那他哪来的钱？天上掉的。周丽，你不用急，明天我拌饭，你想知道什么，到时候都能知道。拌饭？你真要拌饭？林远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地点在镇上福满楼，你要来可以，但别乱翻东西，也别乱说话。你还记着翻包的事儿？我记性很好，谁帮过我，谁踩过我，我都记着。福满楼，那可是镇上最贵的酒楼，他到底哪来的底气？林先生，至尊厅已经给您留好了，您订的是20桌，每桌按最高标准走，酒水也按您说的，用我们店里最好的。菜要热，老人孩子多，别太油。还有，小姑那桌靠里，别让风吹着。明白。哟，还真在这儿呢。林远，你这是打肿脸充胖子啊！福满楼一桌好几千，你欠债还没还清，就敢订20桌。院子，别到时候结不起账，亲戚们吃完饭，你让我们替你买单。就是，你可别说今天这顿饭是众筹。我没请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可是你大伯一家，你拌饭还能不请我们？年初2你们家饭不够，我记得。院子，你大伯母那天说话冲了点，一家人别记仇。我不记仇，我记账。林先生，定金已经到账，尾款您是现在结还是明天验后结？现在结。林先生，全部款项已结清，明天您直接带客人过来就行。你哪来的钱？哟，林远，你也来这儿吃饭？这地方可不便宜，别又是赊账吧？这位先生，请注意言辞。林先生已经全款结交，明日20桌至尊宴。20桌至尊宴？装阔吧，说不定是借的钱。欠50万的人，越没钱越爱装。明天有空，
可以来看看，看看我到底是装阔，还是你眼瞎。林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？明天你就知道。明天我倒要看看，这欠债鬼到底怎么收场。明天该让你们看清。远子，福满楼那地方太贵了，要不咱退了吧？家里随便做几桌也能招待人。你欠债的事儿还没完全解决，现在办这么大的席，村里人又要说闲话。爸妈，今天这顿饭不是为了撑面子，是为了请该请的人。远子，小姑就不去了吧？我听说你大伯母他们也要去看热闹，我怕给你添麻烦。小姑，今天少了谁都不能少了你。哥，我都安排好了，爸妈坐第一辆车，小姑跟他们一起，我陪你。远子，你到底瞒着我们什么？妈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今天之后，没人再敢说你儿子是还不起债的废物。林先生，至尊厅已经准备好了，酒水、菜品、休息室全都按您的要求安排妥当。经理亲自迎接。林远不是欠债吗？这排场可不像没钱啊。哟，还真摆上了。林远，你欠着50万，还订至尊厅，别等会儿吃完饭让大家替你结账。远子，我可先说好，今天我就是来看看热闹，你要是结不起账，可别说我这个表哥不帮你。就是，你现在穷成这样，还学人家请全村吃饭，真是打肿脸充胖子。我没请你们。听听，发财没有？架子倒先摆起来了。我们可是你长辈亲戚，来吃你一顿饭怎么了？年初二你家饭不够，今天我这饭也没给你们备。林先生，若这些人不在邀请名单内，需要我请他们出去吗？不用，既然来了，就让他们看完。靠门？林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方便你们等会儿走。好久啊，林远，这一桌怕是要好几千，你确定不是贷款办席？林远，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你如果真遇到困难，不用靠这种方式证明自己。你退亲的时候也说的这么体面，可意思都一样，怕我穷，怕我拖累你。人穷就别装，男人最可笑的就是没钱还硬撑面子。赵鹏，你闭嘴！你急什么？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你哥这席面，我看着也心慌。今天你少说话。这得多少钱啊？林远不会真是借钱办的吧？要是最后要大家凑钱，那可难看了。远子，大伯母说话直，你欠债大家都知道，这顿饭要是你实在结不起，就别硬撑，大家都是亲戚，多少能帮你垫点。是啊，不过我最近手头紧，最多出200，你别嫌少。我倒是可以替你结，但你得给我写欠条，毕竟你现在信用不太好。既然大家都这么关心我有没有钱结账，50万债，今天上午我已经全部还清，货款、贷款、朋友垫付一分不少，利息也全清了。你哪来的钱？我作证，林远欠我的30万货款，连本带利已经结清。他不但没赖账，还多补了我周转损失。真还了？50万钱还了？那他不是欠债鬼了？我从来不是欠债鬼，我只是暂时欠了账，账能还，人心坏了难还。还了就好，还了就好。大伯母早就说你这孩子有出息。大伯母，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，年初二也不是这么说的。远子，你还了债就好，咱们是亲戚，过去那些小误会就别提了。小误会？反正借条没了，到时候我就说那钱是他自愿给我的。他有本事就拿证据出来。林远，你撸我？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只是让大家听见。亲戚之间3万块，你至于吗？
3年前你们说孩子生病急着用钱，我当天转了3万。这几年我从没催过，可我一欠债，你们第一个装病，第一个撕借条。林远，你既然能还债，为什么不早点说？你是不是故意看我们笑话？我欠债时，你退亲；我不说，你说我没未来；我说了，你又说我故意看笑话。苏倩，到底想让我怎么配合你？还清50万又怎么样？说不定是又借了更大的债。林远，你别装了，你要真有本事，就说清楚钱从哪儿来的。对啊，你哪来的钱？他欠债时你们怕他说，他还债了，你们又逼他说钱从哪儿来。说到底，你们不是关心他，你们只是希望他永远比你们低。陈老师说的对，不过今天我本来就准备说清楚。第2件事，我去省城不是借钱，是兑奖。兑奖？对，彩票站兑奖。年28晚上，我中了彩票1等奖，税前1亿，税后8000万。今天这顿饭不是借钱办的，是我自己付的。1亿，林州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你真知道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哥让我别说，而且我也想看看你到底会怎么对待。院子，这是真的？妈，是真的。以后你和爸不用再拿养老钱替我发愁了，也不用再看谁脸色。你这孩子，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点说？我怕钱没到账，让你们白高兴，也怕消息传开，家里不安生。现在看来，我没说是对的。远子，大伯母就知道你不是池中无物。小时候我就说你有福气。你年初2说我晦气，远子，咱兄弟之间3万块就不用提了吧？你现在都有8000万了，还在意那点小钱？我不在意3万，我在意你4欠条时的脸。林远，你中奖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你知道，就不会退亲，所以你退得很及时。中奖而已，又不是自己挣的，暴发户最容易败光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第1件事是还债，第2件事是报恩。至于你这种人，连让我拜钱的资格都没有。50万债让我看清一屋子亲戚，1个亿彩票让你们重新记起我的亲戚。可惜，有些关系过期就作废了。今天第3件事，我想谢谢那些在我最难时没有躲开我。爸妈，县城的新房已经买好了，带电梯，有暖气。以后你们不用守着漏风的老屋，也不用再担心养老钱。你有钱也不能乱花，这不是乱花，这是儿子该做的。林州，你那1万2我没收，但那份心我收了。这是30万创业基金，你想开修车铺，哥帮你开。钱不是给你挥霍的，是给你站起来的。哥，周丽，这份钱是给我弟的，不是给你翻包骂人看不起他的奖励。远子，小姑什么都不要，你把债还了，小姑就高兴。小姑，那天雪那么大，你带着3万块和这个镯子来，你给我的不是钱，是我落难时还没断的亲情。县城养老房1套，医疗基金50万，还有每月生活费。以后谁再笑你心善，我让他看看，心善的人会过得多好。远子，大伯母那天就是嘴快，其实我们也惦记你啊。小姑雪天送钱的时候，你在群里说她傻，今天她坐第1桌，你坐门口，这不是巧合，这是报应。雪中送炭的人，我10倍还；落井下石的人，我1分不给。远子，小姑不图这些，可我图你以后再也不用被人笑。远子，大伯妈刚才说话冲了点儿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咱们毕竟是一家人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年初2那天，你说我晦气，今天怎么又成一家人？
那不是误会吗？大伯母也是怕你压力大，怕你不好意思开口借钱，所以话说重了些。怕我压力大，所以连饭都不给我爸妈吃。远子，你大伯母嘴不好，但心不坏。你现在有钱了，更该大度。亲戚之间哪能记这些小仇？大伯，那天我问过你，你也是这个意思吗？你没说话。我爸提着酒，我妈拿着水果站在你家门口，屋里满桌热菜，你们说饭不够。现在我这桌饭也不够，不够给那些把我当亲戚的人吃。你什么意思？发了财就不认长辈了？长辈不是靠年纪当的，是靠人品当的。远子，我是你大伯，当年你爸妈困难时，我们也不是没帮过。大哥，你说这话亏不亏心？当年你盖房子差钱，是我借给你3000；你住院缺钱，是你弟妹把嫁妆镯子卖了。这些年我们什么时候开口要过？我们去你家拜年不是借钱，只是觉得你是远子的大伯，可你们把我们一家当瘟神。都过去的事儿了，还提他干什么？过去，那我中奖的事也可以当没发生过。经理，麻烦把靠门那桌撤了，他们想吃可以自己开桌，自己结账。明白，林先生。林远，你真要当着全村人的面赶我们？我没有赶你们，我只是把年初2那天你们给我家的待遇还给你。活该！人家落难时不给饭，现在还想吃人家酒席，这脸皮也太厚了。你折了。今天这顿饭只敬真心人，至于迟来的亲戚，门口有风，自己吹着吧。远子，刚才大伯母说话不好听，哥替他说句公道话，亲戚之间有时候就是嘴上冲。你现在发达了，心胸得放宽点儿。王浩，咱俩的账还没清，你倒先交我心胸了。远子，3万块钱的事儿，咱们兄弟就别提了吧。你现在都有8000万了，还惦记那点小钱，不让人笑话吗？这是转账记录，这是你当年借钱时的语音。远子，你放心，半年内我肯定还你。哎，那又怎么样？都3年前的事儿了。再说你现在这么有钱，还跟我们要3万，不嫌丢人？我不要这3万，但我要你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，你欠钱不还想赖账。林远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？我欠债时你装病，我上门拜年你躲在屋里打麻将，你烧欠条时说我律师费都出不起。王浩，谁过分？行，我还3万块，我现在就还你。我徐转，凭什么给他？他都中了1个亿了，还缺这3万吗？你还嫌不够丢人？丢什么人？我们就是没钱，他这么有钱，帮帮亲戚怎么了？我可以帮穷人，不帮赖账的人。王浩哥，我以前一直觉得你是亲戚，是哥哥。可我听见你烧借条的时候，真的替我哥心寒。他借钱给你时，没想过你还不起；你赖账时，却先想他穷了没办法。钱还了，钱清了。远子，亲戚也清了。以后你家有红白喜事，不用通知我，我家的事儿也不劳你到场。你也太绝情了！你们烧借条的时候，就该想到，有些亲戚一烧就没了。这3万不是钱。是我给自己买个明白，以后谁借我钱，我先看人品。林远，等一下，有事儿？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怪我，可退亲那天，我也是被我妈逼的。我心里其实一直没放下你。退亲书是你亲手递的，字是我签的，话也是你说的。现在说被逼，有点晚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中奖了，如果我知道……你不用说如果，因为这句话本身就已经说清楚。林远，我不是只看钱，我只是怕未来太苦。女人想找个安稳日子，难道有错吗？没错，所以你去找赵鹏，我没拦你。你退亲，我也签了。你选安稳，我尊重。但你不能在我有钱以后，又回来告诉我你一直有感情。那你就一点机会都不给我。我欠债时，你不给我机会；我有钱了，你要我给你机会。苏倩，你觉得公平吗？林远，刚才是我说话冲，男人之间嘛，开几句玩笑别往心里去。你现在有资金，我有车行资源，咱们合作一步，肯定赚钱。你刚才说我暴发户容易败光，
现在就想合作？生意人嘛，话赶话，别计较。我计较，而且我不和眼瞎的人合作。林远，你别太狂，不就是中奖吗？迟早败光。那就等我败光时，你再来笑。现在，先出去。走！你还真想求到回头？你别碰我！你的衣服。谢谢。他是谁？一个在他欠债时没有嘲笑他的人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中奖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一个没赖账的人不该被踩。苏倩，你不是输给他，你是输给你自己。你不是看不到未来，你是只看得到钱。林州，刚才哥说的30万是真的给你开修车铺？是真的。那咱们以后是不是能自己当老板了？我就说哥心里还是有你的。你看他现在有钱了，肯定不会亏待咱们。周丽，你别说咱们，这钱是哥给我站起来的，不是给你拿去娘家炫耀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你老婆，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？以前我觉得是，可这几天我看明白了。我哥欠债时，你怕他拖累我们，我想给他12000，你拿离婚威胁我，你还翻他的包。现在他中奖了，你又一口一个哥。周丽，你到底是认我哥，还是认钱？我那不是怕日子过不下去吗？我也没真想害他。你没害他，但你寒了他的心。哥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说你是无底洞，也不该翻你包，我给你道歉。周丽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不代表我忘了。我知道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对林州，也好好孝顺爸妈。你不用说给我听，你说给林州听。你们夫妻怎么过，是你们的事。林州，这钱和铺子都写你的名字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哥，你说。第一，账目每月给我看。第二，钱只能用于修车铺。第三，如果有人拿这笔钱去赌、去炫耀、去填娘家窟窿，我立刻收回。哥，我答应。周丽，我不希望你和林州离婚，但我也不会拿钱养一个看不起我弟的人。以后你要是愿意踏实过日子，我还认你这个弟妹。你要是只想靠这笔钱翻脸，那我不会给第2次机会。哥，我记住了。你最好真记住。园子长大了，林州也长大了。弟弟可以帮，但帮他站起来，不是帮他跪着花钱。园子，既然你说你记账，那大伯也跟你算算旧账。对，当年你们家困难，我们家也帮过。你现在中奖了，总不能只记我们的坏，不记我们的好吧？你想怎么算？你小时候在我家吃过饭，你爸年轻时借过我家农具，你妈坐月子时我家送过20个鸡蛋，这些都是情分。大哥，你真要这么算？亲兄弟明算账，你儿子现在有钱了，我们也不多要，给我家大志在县城买套房，这旧账就算清了。远子，你现在8000万呢，买套房对你来说就是毛毛雨，你要是不买，那就是忘本。 20个鸡蛋换一套县城房，大伯母，你家鸡蛋挺值钱。既然你要算，那就算全。你盖房子那年缺3000块，我借你的，这张借据还在。你住院那年，我和你弟妹凑了1800，没让你还。还有你家大志上学那年，你说手头紧，我替你垫了学费。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。你刚才不也在算20个鸡蛋？大哥、大嫂，我们从没想过拿这些事儿压你们，可你们今天拿20个鸡蛋让远子给你们买房，你们还有没有心？大伯，你们欠我家的钱我不要，就当买断这门亲戚。林远，你非要把话说这么绝？不是我绝，是你贪。你不能这么对我们！你中奖1亿，亲戚们都看着呢。你1分钱不给大伯家，以后村里人怎么看你？大家怎么看我，我管不了。但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帮过我的，我10倍还；欠我的，
我可以不要，踩过我的，还想来分我的钱，一分没有。这账本你留好，以后翻出来看看，提醒自己，别把亲情算成生意，还嫌别人不给你利润。林远，你别得意，中彩票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，迟早有你求我们的时候。那你慢慢等，等不到也别急。今天既然大家都来了，那就把账一次算清楚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过年吃饭这些东西多晦气。晦气这个词，大伯母用的熟。年初二你就是这么说我的。第一笔，父母，我欠债时，他们拿出养老钱2万8，这钱我没收，但这份心我记。第二，林州，他背着弟妹拿1万2私房钱给我，这钱我也没收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他的修车铺我全资帮他开。第三笔，小郭，雪夜送钱3万，另加姑父留下的金镯子。小郭，我给你的房子、医疗基金、生活费，不是施舍，是还恩。远子，小姑真没想要你还。你不图是你的情分，我必须还，是我的良心。第四笔，大伯家，我父母上门拜年，你们不给饭，桌上满是热菜，却说饭不够，这笔账我不讨钱，以后2家不走通。林远，你不能这么绝。绝的是你们，我只是记下。第五笔，王浩，借3万，私欠条，烧证据，钱你已经还了，亲戚也还完了。园子，可真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我有钱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只认3种人：第一，落难时不躲我的人；第二，没钱也愿意说句公道话的人；第三，欠我钱但敢认账的人。亲戚归亲戚，账归账，人品归人品。今天这杯酒，敬真心。至于假亲戚，你们爱看热闹，就看到这里吧。林远，你别以为中了彩票就能翻旧账羞辱长辈。你小时候吃过我家饭，用过我家柴火，你现在发达了就这样对我？小时候吃过几顿饭，所以我父母年初2就该站在门口受辱。大伯母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那天怎么说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欠债的人过年就别到处串门了，晦气。我们家没钱，你们要借找别人去。穷亲戚抱团取暖也挺感人。这话也太狠了。人家当时还没开口借钱呢。现在看人家中奖，就说是一家人，脸皮真厚。桂芳，你少说2句。我那是气话，谁家过日子没说个气话？你闭嘴！气话伤人，心里话更伤人。你那天不是没控制住，你是根本没把我爸妈当亲人。弟妹，那天是我嘴贱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咱们这么多年妯娌情分。大嫂，我那天站在你家门口时，也想过咱们这么多年情分，可你没想。大哥大嫂，以前的事儿我不想再提，以后逢年过节我们各过各的，你们不用来，我们也不去。老二，真要到这一步？是你们先把门关上的。你们都欺负我！林远有钱了就看不起穷亲戚，我不活了！女士，请不要影响其他客人用餐。保安，以前你在你家门口撒泼我管不着，今天在我订的厅里撒泼不行。林远，你迟早会后悔的。我最后悔的是以前真把你当我亲戚。林远，还有事？我和赵鹏已经分了，我知道他不是好人。林远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你和他分不分，和我无关。我知道我错了。退亲那天，我不该听我妈的话，我不该只看你钱债。可我真的害怕，我怕一辈子都被债压着。怕穷不是错，但你退亲后，带着新对象来踩我，这不是害怕，这是你觉得我再也翻不了身，所以可以随便踩。那我们把它撕了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现在他彻底没用了，我们也彻底没关系了。你真一点旧情都不念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他知道你中奖才靠近你的吧？我知道他中奖之前就替他说过话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我，但我知道我不会在他落难时退后，在他有钱时回来。顾谦，我不恨你退钱，人都有选择现实的权利，但选择完就别回头说自己深情。那我以后怎么办？那是你的人生，不是我的债。如果那天我没退军就好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刚才话说重了？不会，你说的是我这几天最想听的一句话。哪一句？不会在我落难时退后。妈，弟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林州呢？在房间里。丽丽，你哥中奖8000万，给林州30万开铺子。你弟最近想买车，先拿10万出来周转一下。姐夫，反正你铺子还没开，车先买了，回头我给你跑业务。那钱是我哥给我开修车铺的，不能动。你现在倒硬气了，以前你不就一个打工的？要不是你哥中奖，你哪来的今天？是我哥帮我，不是帮你们。姐，你看他刚有点钱就防着咱家，养了个白眼狼闺女，你要是不帮你弟，以后别回娘家。周丽，你自己选，这钱是拿来开铺子过日子，还是拿去给你弟买车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是我女儿，你不帮娘家，帮谁？妈，这钱不能给。姐，以前我总觉得林州家穷，我不能被拖累，所以我看不起他哥，也看不起他爸妈。今天我才知道，我错了。人穷不可怕，心穷才可怕。这30万，我们一分不动，拿来开铺子，账我也跟你一起记。以后我不翻别人包，也不乱伸手。好啊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你现在有钱亲戚了，就不认娘家了？我认娘家，但我不能拿别人给我丈夫站起来的钱去养一个不肯站起来的弟弟。妈，小舅子，以后家里有难，我们能帮会帮，但买车撑面子啃姐姐不帮。哼，林州，对不起，我以前真的太难看了。以后别那样了，我哥能给我机会，我也给你一次。林州，这次你真站起来了。修路，真修啊！这条烂路多少年没人管了，林远真是发了财，还记着村里。各位，我和林远准备重新做建材生意，厂子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儿，以后村里有活干，有工资拿，有技术学。林远，你真决定了？修路可不是小钱，路不修，车进不来，车进不来，厂子办不起来，厂子办不起来，村里人还是只能出去打零工，这钱不是白花。那招工有啥要求？3条：不赌，不偷懒，不仗着亲戚关系爽横。远子，厂子招工，我能不能去？可以报名，但不走亲戚关系，和别人一样，面试、试用、签合同，干得好拿工资，偷奸耍滑直接走人。你真让我去？我说过，钱轻了，亲戚轻了，但你要真想靠双手吃饭，我不会拦你。我不养赖账的人，也不赌一个人重新做神的路。我会好好干。远子，那你堂哥大志呢？他也能去吧？最好给个管理岗位。他会什么？他是你堂哥呀。厂里不招堂哥，招会干活的人。我修路，不是为了让谁跪着谢我；我办厂，也不是为了养懒亲戚。
谁愿意踏实干？来，谁想攀关系分钱，门口不用进。你这样做会得罪不少亲戚。我已经得罪了，现在只想让值得的人过得好一点。那我能帮什么？村里孩子以后读书需要人，厂里工人签合同也需要人讲清楚。陈老师愿不愿意帮我做个监督？只要你不怕我较真。我怕的是没人较真儿。钱能买房，能还债，能办成，但最该花的是让人以后走得直一点。你去啊！李远昨天都说了，可以正常报名。远子，我想报名。我以前混账，欠钱不还。你要是看不上我，我也认。但我真想找个正经活干。试用期1个月，迟到3次，走人。账上有问题，报警。能接受就签。能。远子，你堂哥也来厂里，他好歹是自己人，就别干苦力了，给他安排个主管。会管账，会开叉车，懂建材。我不会可以学啊。再说我是你堂哥，你让我当个主管怎么了？厂里不招堂哥，招会干活的人。李远，你非要这么不给亲戚面子？年初2你不给我爸妈饭吃的时候，我没给亲戚面子。你就是记仇！王浩欠你钱，你都能让他进厂，大志可是你亲堂哥，你凭什么不让？王浩至少低头认错了，他愿意从搬货开始干。你儿子一来就要主管，凭什么？不就是中了彩票吗？装什么老板？没有亲戚帮你撑场面，你这厂早晚黄。厂子是我和林远合伙投的，撑场面靠合同、靠质量、靠交货，不靠叼烟的堂哥。那你给我们家投点钱总行吧？大致想开个棋牌室，先拿20万。开棋牌场？你们家是想从村里人沟里掏钱？我修路办厂是想让村里人能挣钱，方向反，我1分不给。你有8000万，给亲戚20万怎么了？钱是我的，不是你们家祖宗。好，你等着，看这厂能不能赚钱。远子，我会好好干，不会给你丢人。别给我干，给你自己干。路修好了，人也得慢慢修。远子，我们商量过了，你现在中了1个亿，不能只顾自己。咱们林家这么多亲戚，谁家没点难处？你拿出1000万成立家族基金，大家按户分，谁家有事儿都能用。年初2你怕我借钱，现在想让我拿1000万给你分？远子啊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亲戚之间本来就该互帮互助。我路过你家门口，你说钱全买理财，那时候怎么不互助？大家当时也是怕你还不上，现在你有钱了，就该大气点儿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，我穷的时候你们懂，我有钱的时候我得大气。你别一句话毒死人，你要是真不拿，村里人怎么看你？中彩票发家，连亲戚都不帮，名声也不好听吧？名声如果靠撒钱买，那不叫名声，叫冤大体。村里困难户、孤寡老人、失学学生名单都在这里，我和村长核过，没有造假。我可以拿钱，但不是给你们按户分。我出200万，设村里助学基金和老人医疗基金，钱走村委公账，陈老师和村民代表共同监督。孤寡老人看病，孩子读书，真正困难的人可以申请，谁敢冒领，我报警。这是真帮人啊！比给那些亲戚分钱强多了。我家孩子明年上高中，这基金真能救命。那我们这些亲戚呢？我们就没法。你们要是真困难，可以按规定申请，但想靠亲戚身份分奖金，没有。林远，你这是胳膊肘往外拐。我不是往外拐，我是把钱给需要的人，不是给嘴巴最响的人。
远子，这事儿我替村里老人孩子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这是我愿意花的钱，我不愿意花的钱，谁逼也没用。你等着，亲戚都得罪光了，看你以后靠谁！我靠路，靠场，靠自己双手，不靠一群等着分钱的亲戚。林远，我不是来求复合的，我是来应聘的。应聘？我学过会计，你厂里刚开，需要人，我可以从最基础做起，工资按正常给，不用特殊照顾。赵鹏呢？分了。他知道我没机会和你复合后，就骂我没用。我也终于看清，他喜欢的不是我，是我可能带来的关系。所以你现在来我这里？我知道你会怀疑我，我也知道我以前做的很难看，但我不想再靠别人。你可以不录用我，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陈老师，你觉得呢？账务岗位很敏感，他可以参加统一面试，过了能力考核再谈录用，但不能因为以前的关系走后门，也不能因为以前的错直接不给机会。陈老师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不是帮你，我只是觉得人可以重新开始，但重新开始不等于别人必须原谅你。林远，我欠你一句对不起，不是因为你中奖了，是因为你欠债时我没有把你当人看。那天退亲，我说自己看不到未来，其实是我不愿意陪你走低谷。这句道歉我收下，但我们回不去了。我知道，这次我不是求你回头，我是想让我自己别再那么难看。他变了点儿，希望是真变。你会录用他吗？看他本事，以前的感情不能加分，以前的错误也不能永远扣分，但账务岗位我会让你盯着。你这么信我？在我欠债的时候，你是少数没有低头看我的人，这比简历值钱。那我可会很严格。正好，我缺的就是严格的人。以前我总想证明自己有钱，现在我只想证明，我不会被钱变坏。以前过年总想着亲戚多才热闹，现在才知道人真心才热闹。二嫂，以后咱们年年这么过。妈，坐下吧，今天不让你一直忙。哪有过年不让妈忙的？妈，我来。以前我不懂事儿，以后这些活我多干。他最近真改了，铺子账本都是他帮我记，记错一笔自己罚自己洗碗。你还说？陈老师，多喝点儿。这几天远子老提你，说你帮他管合同，帮村里孩子做基金名单。阿姨，我只是做该做的事儿，能把该做的事做好就很难得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远子，过年嘛，大伯母来给你爸妈拜个年。我爸妈说了，以后各过各的。远子，真不能进去坐坐，你爸是我亲弟弟。亲弟弟站在你家门口时，你没让他吃饭，今天他在自己家吃饭，也不缺你这个。林远，你还要记多久？记到我爸妈不难过为止。远子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今天厂里那批材料我已经点完了，这是给叔婆买的水果，我放门口就走。王浩，进来喝杯酒，只一杯。凭什么他能进，我们不能？因为他现在靠双手吃饭，你们还想靠亲戚身份进门。这顿饭叫真正的年夜饭，不是谁姓林，谁就配做。下一瓶喝出来啊！吃上盐和热啊！来着，转盐。林远这钱没白花，路修了，厂开了，村里年轻人不用都出去打工了，中彩票的人不少，能这么办事的可不多。第一批工人合同都签完了，数学基金第一批名单也公示了，没有亲戚冒领。
辛苦你了。你出钱，我较真，正好。远子，厂都开了，亲戚们也该来祝贺，以前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大伯，给你赔个不是，咱们毕竟是一家人。远子，我当时躲你是怕你尴尬，你别误会。林远啊，倩倩现在知道错了，你们年轻人也不是不能再处处。我欠债时你们啄我，我被退亲时你们笑我，我爸妈被赶出门时你们沉默，我小姑送钱时你们骂她傻。现在我有钱了，你们又说是一家人。远子，人总有说错话的时候，你不能一辈子揪着不放啊！说错话可以改，心坏了不用改给我看。那你真不要我们这些亲戚了？我不是不要亲戚，我只是不再认那些闻着钱味回来的亲戚。你说话太难听了，比起你们当初说他钱债鬼，晦气无底洞，这句话已经很客气了。雪中送炭的人，我10倍还；落井下石的人，我不报复，但也不会再给机会。迟来的亲戚比草还贱。走吧，今天开业，咱们吃饭去。好，这次咱们自己家人吃。钱能买房，能还债，能办厂，也能让很多人重新想起你是亲戚。可钱买不回一颗冷掉的人心。我林远欠过债，也中过奖，最后才明白，真正的亲人不是在你有钱时回来，而是在你落难时没有走。